存储产业链谁为王？中美日韩为什么都在抢记忆芯片？大家好，我是苏涵。一颗顶级的 GPU 每秒可以完成千万亿级的计算，但是它的工作中相当一部分在干什么呢？在等数据从内存里搬过来。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内存墙。大脑运转越快，喂数据的手却有点跟不上了。现在全世界都在数各个国家买了多少 GPU， 好像谁的显卡多谁就赢了 AI 一样。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天价大脑的记忆掌握在谁的手里更加重要。存储正在从手机电脑里的普通零件变成 AI 时代的战略基础设施，谁掌控了高端的存储，谁就攥着 AI 服务器的咽喉。这就是为什么中美日韩4个国家都在抢这块记忆芯片。现在关键物资的供给被谁攥着，就是压在一个国家产业头上的另外一条硬约束。这也是硬约束时代当中的一个核心命题，约束在谁手中，定价权就在谁手里。这期呢，教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框架，3步定位法。我们看任何一条和存储相关的新闻或者存储概念的股票，我们都要先问3个问题。第一呢，它在哪个品类？第二呢，它在产业链里的哪一层？第三呢，它背后是哪一个国家？这3个坐标一定，我们就不会把所有的存储概念给混成一锅粥了。这也是这期视频特别值得你收藏的原因。普通人一听存储想到的就是内存条、硬盘、手机里的1T 或者是256G。但是在半导体产业当中呢，存储至少分为3大类：DRAM、HBM、NAND。这3个名字呢，我们先不仔细解释。我们可以把 AI 服务器想象成一家高级的餐厅 ，GPU 呢就好像是这间餐厅里那位大厨。那 DRAM 呢就是它的操作台，正在切的菜、正在处理的订单都摊在上面，读写快。但是，一旦断电或者收工，那这个台面就清空了，什么都不留，大厨也没法做饭了。HBM 呢是紧贴大厨手边的高速备菜台，它本质上也是 DRAM 家族的，但是它离大厨最近，传菜的带宽最高，专门伺候 AI 训练和推理这种巅峰的对决。大厨再快，如果传菜台上送不来菜，它就只能站着等。这就是刚才说的内存墙。NAND 呢就好像是后面的仓库即便你断电了，它里面存放的东西也不会丢失。你手机里的照片、电脑里的 SSD、数据中心里的模型文件和企业数据都要躺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DRAM 它是临时记忆， HBM 是高速记忆， NAND 它是长期记忆。这3个判断听懂了，那后面我们讲到三星、海力士、美光、长江、长鑫，就不会把它们都混为一谈了。为什么这一轮资本市场的存储的逻辑变了呢？过去呢，我们看存储，其实看的是消费电子周期，手机、PC 卖不动，那库存堆起来，价格就会跌，那原厂亏损就会减产，库存去完之后，价格又涨回来。那个叫做消费周期的轮回。我入行这些年已经见识过这个周期的杀伤力了。存储在过去是出了名的周期之王，景气的时候它的利润弹性大得惊人，下行的时候呢，亏损也同样的残酷。能不能扛过低谷，考验的基本上是资本的厚度。但是现在这一轮呢 ，AI 数据中心把需求结构给改写了。AI 服务器不是只买一颗 GPU 就完事儿了，它是一整套的系统 ，GPU、CPU、HBM、DRAM、企业级的 SSD、网络、电力、散热、先进封装，全部都要打包在一起。
这就好像啊，我们这间餐厅的生意已经翻了10几倍，只换手更快的大厨没有用了，我们的备菜台、操作台、后厨的仓库、冷库全得跟着升级。过去呢，大家可能会问你有没有算力啊？以后我们还得问你的数据跟不跟得上。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定性的结论就是存储正在从周期商品叠加上基础设施的属性。那注意我的措辞啊，是叠加，不是替代，因为它的周期属性并没有完全的消失。那这一点后面我们讲风险的时候还是会提到。接下来呢，我们把存储的产业链分为6层。很多投资者都会把存储当成是一个板块，这就是最容易亏钱的一种看法了。因为这条产业链呢，从上到下一共有6个层级，每一层的壁垒、周期、利润弹性都不同。继续用我们刚才餐厅的例子作为比喻啊，第一层呢是设备材料。这个就好像我们餐厅里的厨具和食材的供应商，刻蚀啊、沉积啊、检测设备呀、硅片呀、特气呀、光刻胶啊，都属于这一层。如果我们的餐厅没有炉灶和食材，那即便我们的菜谱画得再漂亮，也开不了火，对不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的大厨也做不了饭。那么这一层的企业，它吃的是扩产。存储厂一宣布建新的后厨了，那最先拿到订单的，就是他们这些设备材料的公司。第二层呢是晶圆制造，这就是后厨本身啦，也是最烧钱、壁垒最高的环节。像韩国的三星啊、SK 海力士啊、美国的美光啊，为什么有定价权呀？因为他们真正掌握大规模、高良率、低成本，能够做出存储芯片的能力。那么这一层呢，吃的就是定价权。谁掌握了后厨，谁就能做主桌。第三层呢，就是封装测试。它就好像啊，大厨做好了菜，我们要给他摆盘出餐一样。过去呢，它算是后端的配角，但是到了 HBM 时代，它的地位啊陡然提升了。因为 HBM 呢，不是把几片内存摞起来那么简单，多层堆叠、散热、测试啊，全都是硬功夫。高端的 HBM 之争，一半是内存之争，另外一半呢就是先进封装之争。所以这一层吃的就是 HBM 的升级。第四层呢就是主控芯片，它就好像是我们餐厅的这个仓库管理员啊，NAND 的这个仓库再大，如果管理员是糊涂的，货放在哪儿不知道，食材坏了没察觉，那么这个仓库也会变得一文不值。所以说呢，主控芯片它关系到数据怎么写、怎么纠错、怎么均衡损耗，靠的就是主控和固件。所以这一层吃的是 NAND 的产品化。第五层呢，就是模组产品。那么模组产品呢，通常是离终端产品最近，它的价格弹性也最大。库存的重估通常会带来他们的业绩的大起大落，但是他们的技术壁垒通常是要低于后厨的上游的这些层级。那 A 股不少公司其实都是在这一层，那么这一层其实吃的就是价格弹性和客户转单。第六层呢是终端应用，这一层呢就好像是我们餐厅里的食客了。那过去呢，我们要看手机和 PC
这2桌的散客。现在呢，我们要看的就是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这些超级的团餐。所以啊，你看一句话总结产业链里面的这6大层级的企业。设备材料啊，要看扩产；晶圆制造的企业要看它的定价权；封装测试的企业呢，要看 HBM 的升级情况；主控芯片的企业呢，要看 NAND 的产品化；那模组产品的企业呢，要看价格的弹性；终端应用呢，就要看消费者。当然，现在呢，更多的是从 To C 转向了 To B， 所以啊，我们会看到每次存储涨价这个新闻出来，其实这6个层级里面，每一层的企业的受益方式和受益幅度都是完全不同的。第3步呢，我们要分国家来看。那这里面有一个顺序的问题，我们首先呀要按品类，给这几个品呢摆桌，然后我们再看看各个国家做在哪儿。因为一个国家的 DRAM 强，未必它的 HBM 制造就强 ，NAND 有地位，也未必它能挤得进 AI 的高端局。我们先来看 DRAM 这一桌啊，那肯定就是3大巨头了。三星、SK、海力士、美光，再加上我们正在追赶的长鑫。2026年1季度，全球的 DRAM 市场当中啊，三星占了 33%， 海力士呢 29%， 美光呢 22%。所以我们看到韩国和美国2个国家加起来就接近了90%。那中国的长鑫存储的份额呢，现在升到了大概 8%。所以在 DRAM 这一层方向很清楚了，韩国、美国主导，中国在追赶。那么 HBM 这一桌呢，同样啊有三星、有 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啊这3家，特别是 SK 海力士的存在感最强。那为什么这一桌最金贵？因为它直接绑定了英伟达、AMD、谷歌 TPU 和各类 AI 服务器，谁能够稳定的提供 HBM， 谁就站在 AI 算力的入口收门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NAND 这一桌啊 ，NAND 这一桌同样有三星，有 SK 海力士，除此之外呢，还包括海峡和闪迪也在这一桌啊，当然也包括美光，还有咱们的长江存储也是在这一桌。那么在这一桌里面呀，2026年1季度，三星呢是以 29% 的市占率保持第一的。NAND 的竞争呢，它就不只是制造颗粒了，还有层数、良率、成本、主控固件和企业级的客户认证。可以说呀，NAND 它是一个全能的赛道。那么3张桌子排完了啊，我们看看各个国家现在在什么位置。那首先肯定是韩国啦。毫无疑问啊，韩国现在存储产业链里面是王者。三星呢，胜在全面啊，不论是 DRAM、HBM 还是 NAND， 论规模、论客户，三星全部都有。海力士呢，胜在尖端 DRAM、AI、HBM。那韩国呢，不像美国有完整的云和芯片设计的生态，它也不像日本有材料设备的深厚的底盘，但是它用几十年的资本开支、工程能力
和国家级的产业推动政策，把记忆芯片做成了韩国的国家名片，也成为了它的制造业的压舱石。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股市其实经常被三星和海力士这两家大企业牵着鼻子走。因为存储对于韩国来讲，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了，简直就成了它现在国运的一部分。接着呢，第2名应该是美国。虽然呢，美国现在不是制造存储的头把交椅，但是咱们刚才比喻的这家餐厅是他开的，菜单是他定的。美国有3张牌第一张牌呢，就是像美光这样的企业，本土的记忆芯片的旗舰它呢是 DRAM 和 NAND 美光都做。HBM 美光其实也是在追赶的。那美国的第2张牌呢，就是它的 AI 芯片体系，像英伟达AMD博通都是美国的。第3张牌呢，就是美国有客户，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 是全球 AI 存储的超级采购大甲方。这就是我们这个餐厅逻辑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最大的食客拥有点菜权。美国呢，未必在每一个品类上面都是全球第一，但是它掌握着最终客户的入口和技术标准。也就是说 AI 服务器需要用什么规格的 HBM， 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芯片和它的云厂商说了算的。美国呢，扶持美光，推动本土制造，本质上也是不允许自家的 AI 供应链的记忆环节完全压在海外的企业。第3名呢，应该说是日本。日本呢，虽然已经不再是我们这家餐厅的主厨了，但是它毕竟还掌握着厨具和顶级的食材。如果说日本半导体衰落，那这样的判断只能说对了一半。它确实，日本现在已经退出了 DRAM 的第1梯队，但是呢，日本的这个铠侠仍然是全球重要的 NAND 的玩家。而且日本还有东京电子Screen信越Sumco JSR 这些名字，他们卡在设备、硅片、光刻胶、化学品的关键位置上，没有他们的厨具和食材，谁家的后厨都开不了火。所以日本的角色在这里就出现了变化，他从前台的王者退守为后台的材料设备的强国。虽然它不掌控着最终端的定价，但是呢，谁也离不开它。第4名就是中国。中国是存储产业链的追赶者，但也是这张牌桌上最大的变量。2条主线，我们记住长江存储它是在主攻 3D NAND， 长鑫存储它是在主攻 DRAM。像中国这样一个要做 AI 云计算智能汽车的国家，我们不能连自己的厨房的操作台和冷库都要看别人家的眼色。当然我也要把咱们追赶的难度讲到实处，因为存储最终拼的是资本开支、工艺积累、良率、设备材料和客户认证，再加上穿越周期低谷的抗打击能力。能做出样品不算赢，能够大规模、低成本、高良率、稳定的供货才算得上能上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4个国家的政府现在都在下场扶持存储产业，因为这个行业的周期波动非常剧烈，资本开支极大，单凭企业自己很难在牌桌上做到天量。讲到这里呢，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回答标题的问题了：存储产业链谁为王？为什么这4个国家都在抢？回到我们的硬约束的时代框架，我的答案呢是3层。第一层，存储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被喂饱，因为现在的 AI 竞争已经不是靠数 GPU， 而是靠算力、电力、网络、存储、数据中心的一套系统性的战法。如果带宽不够，那么数据呢喂不上，容量不够，模型放不下，功耗太高呢，电力扛不住，成本太高，商业化又跑不通。第2层，存储既是周期行业，又是战略行业。
价格低谷时，企业会巨额亏损。如果没有国家级的资本和耐心，这些企业呢是撑不过冬天的。所以，韩国力宝三星和海力士，美国呢扶持美光，日本呢守着凯霞和各种材料的公司，中国呢扶持长江和长鑫，四国动作的背后是同一套逻辑。第三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硬约束的本意。没有存储能力的国家，价格只能被动接受，别人涨价你只能接。一旦供应被动了，那么优先供给给谁，你说了不算。如果技术被动了，那么高端规格只能等别人来赏你。到了 AI 时代，这种被动就不再只是手机贵点的小问题了，而是我们整个数字产业的地基将会被摇晃。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存储自主，就没有完整的 AI 自主。过去呢，我们讲卡脖子，大家主要想到的是 CPU、GPU 先进制程。AI 时代，我们需要把存储加进这个清单当中。接下来呢，说一下我的基准判断。这一轮存储行情的底色是 AI 基础设施的周期，而不是普通的消费电子周期。但是周期的属性没有消失，只是被叠加了。那这个判断呢，有明确的失效的条件。第一种，如果海外大厂集中扩产落地，那这个判断失效。第二呢 ，AI 资本开支明显的放缓。第三，下游客户的库存重新堆高。这三个条件里面，如果出现了任意两个，那么刚才的判断就作废了。我们还是要退回周期品的剧本。那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呢，就不是加仓，而是撤退了。短期来看呢，存储这个产业需求紧张和涨价的现实，它的继续走强的把握是比较大的。中期来看呢 ，AI 资本开支能够持续多久，取决于大模型的商业化兑现的能力。长期来看呢，存储战略地位的抬升是确定的。当然，战略地位高不等于相关公司的股价一直会涨。那这两件事呢，经常被大家混为一谈，这就是这条赛道上最贵的一个误会。我自己跟踪这个行业用的是3张表。第一个表呢，看合约价格的走势，现货的价格会骗人，但是合约价呢是原厂和大客户的真实握手。第二个表呢，我们要看原厂资本开支和扩产的公告，供给的未来都写在这个表格里面。第三呢，我们要看下游库存的水位，库存是周期的心电图。我们只要把这3个指标的表格每个月对一遍，那么比看盘还要有用。接下来讲讲落地啊，先明确位置。存储产业这条线呢，在我们的 ETF 投资全景图的金字塔当中，它明显处于进攻象限，高弹性、高波动、强周期。这个前提决定了下面每一条建议的形态。第一条呢，就是认知层，我们要先过3问再谈买卖。任何一只涉及到存储概念的股票和公司，我们都按3步定位法先过一遍。第一，它是哪个品类的？那么它在产业链6层当中的哪一层呢？它吃的是扩产、定价权，还是价格的弹性，还是说它只是名字里面带着存储？如果3问答不上来，那么后面的就免谈。第二层呢，我们要讲配置。如果你已经按照我们的 ETF 金字塔搭好了防守层的底仓，而且能够接受强周期带来的深度回撤，那么这条线呢，可以用行业 ETF 的方式，在进攻象限里面小仓位的参与，避免压住单一个股的层级错判。如果你的底仓没有搭好，或者你的回撤接受不了，一旦回撤就会让你睡不着觉，那么你就只看别动。那第3条呢，就是跟踪层面。如果刚才我提到的3张表，合约价格继续上行，而且库存维持低位，景气程度延续，那么你就继续持有。如果你发现扩产集中落地，叠加 AI 资本开支放缓，或者周期出现了见顶的信号，那么你就执行减仓的纪律，不要跟周期讨价还价。用我刚才提到的3张表按月检查，把情绪化的判断变成信号化的跟踪。那么如果说呢，你分不清一家公司是在做晶圆，还是在给别人的颗粒打包贴牌，那么在分清楚之前，先别买。
最后总结一下啊，我们的3步定位法，遇到一家存储的公司，你先看看它的品类是做 DRAM 临时记忆的、HBM 高速记忆的，还是做 NAND 长期记忆的。然后呢，再看它处于产业链里面的哪一个层级。可以说呀，各条产业链吃各家不同的饭。最后呢，我们分国家来看，韩国目前是王者，美国呢掌握着客户和规则，那日本呢现在是守着厨具和食材，中国是最大的变量和追赶者。之前我们提过，资本市场上的资金面的松紧是这个时代的第1条硬约束。那么今天讲的呢就是第2条，关键物资的供给安全，也是我们这个资本时代的硬约束之一。如果说算力是发动机，电力是燃料，那么存储就是粮仓。粮仓掌握在谁的手里 ，AI 时代的一部分的话语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最后呢，留一个问题给评论区，你认为中国存储的追赶最难跨越的是哪一道坎儿？资本开支、良率工艺还是客户认证？说说你的理由，我会在评论区参与讨论。看懂世界，放对资产，我们下期见。